拜见前辈。竟真有人精通这上古禁制。上古禁制，前辈是否可解？难道不难？不过你要告诉我，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？若是前辈破解成功，晚辈定然全部告知。那我且先试试。就是了。你走不得！得借此妖兽，引出那背后会上古禁制之人。道友息怒，那上古禁制可是道友所布。道友，在下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有一机缘相赠。哼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甚至刚刚还在拔刀相向，我又凭何信任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我都是结丹后期，皆应迫在眉睫。若道友愿助在下一臂之力，在下保证，道友结婴将指日可待。据邱某所知，若是能吞噬元婴期修士的元婴，那么结婴成功几率将大大提升。在下便知一地，其内有2个归系中的元婴，此事若成，所得元婴，以我一人1个。如何？这元婴什么来历？他们其中之一是在下的师兄，另一个则是我师父。杀师吗？没什么大不了，在下当年也干过。我师父为了提升修为，想要将我炼化。他以为我对此一无所知，其实他的谋算早就被我洞悉了。30年前，趁他与我大师兄闭关之际，我暗中做了些手脚，让他们沉睡了。这几日，当时他2人被外魔消散之际，正是夺取他们元婴的最佳时机。这与上古禁制又有何关联？那闭关之地实际上是一处上古洞府，其内禁制太多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若要强行打开，恐将一无所获。所以，这才需要道友相助。家师是元婴初期，大师兄刚刚结婴。若道友能打开禁制，那么家师的元婴归你所有。快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进入此门，便会被禁制攻击，一切就拜托道友了。
这条畜生是灵力边界，只要这石壁还在给他功能，就无法防御。而且跟他战斗时，石壁隐藏的阵法还会发动袭击，防不胜防。道友，先破坏那些石壁，跟这畜生纠缠没用。果然，不是石壁在给巨蟒功能，而是巨蟒的灵力在支撑整个禁制，将真眼藏于最强的杀招之内。果然是高人所不知。不过，跟真正的古神禁制比起来，太弱了。道友的禁制手段，果真不同凡响。传送阵，道友，我师父与师兄就在这间石室内。道友，告辞。接下来，待金幡炼成，就可接应。但和古神记忆中的肉身还有不少差距。难怪那几个化神期的老怪都不敢硬闯，难度在成倍增加。古神之地一降，我不光获得了禁制，更是得到了古神之体，极境神识也产生了混合。这碎星乱也拦不住我，接下来只需全力解应，为赵国复仇。怎么逃到了这里？你没处可跑了。这碎星乱在修魔海可是凶名赫赫。我还没听说过有谁侥幸过去的，难不成你想试试？前辈，小女子是个苦命人，这次侥幸逃出魔宫，您何必赶尽杀绝呢？老夫杀你不过奉命行事，要怪就怪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这本就是小女子师门镇派之宝，是又如何？不过是一个早被灭掉的宗派罢了。好好的公主侍妾你不做，非要不知好歹盗走宝炉，哼！那就休要怪老夫辣手摧花了。前辈若是再要紧逼，晚辈便进入这碎星乱，让您空手而回。前辈，这块玉简中记录了岐荒门最为珍贵的几种丹药配方。这玉简的价值不比这丹炉低。我若是把这玉简给你，前辈能否放我离开？好，你把玉简拿来，老夫确认无误后，自会放你离开。还请前辈退出千丈之外。我把玉简放在此地，待我离开后，前辈……老夫没时间给你纠缠。前辈怎可出尔反尔？看在你识趣的份上，一会儿钱某一定让你在舒服中死去。那是人？碎乱里怎会有人？我曾看过一位魔宫的元婴级强者，在这碎星环内被神秘力量活活吞噬，连的元婴都没有逃脱。此人究竟是何修为？难不成是化神期？晚辈祁洪门医徒莫云，参见前辈。晚辈屠魔宫座下5代弟子乾坤，参见前辈。距离此地最近的城池在哪？前辈，
此地自西去3万多里，有一座麒麟城，晚辈愿为你引路。只要此人在，乾坤必不敢轻举妄动。这麒麟城可有化神期修士？没有，前辈，那麒麟城没有化神期修士。修魔海内，即便是10大主城，这等修士也不多。自从修魔海几个著名的化神老怪在这岁星乱内消失之后，修魔海内化神期修士已经不多。都有哪些化神修士消失在这岁星乱内？前辈，200年前，毒魔宫公主孟庆凡，西梅之地城主端木吉，玄天宗宗主六域魔君，还有天魔洞的化神老怪古帝，他4人相约来到这岁星乱，同时失踪。其门下传人，在这200年来无数次寻访，始终都没有查到半点线索。没想到，居然已经过了200年。孟驼子是你师祖？不好，师祖曾在外四处为恶，杰出无数。看此人态度，8成是与师祖有怨。若被他人知道我是从岁星环内走出，之后定然麻烦不断。小子别跑，让你家许爷爷吞了你，否则你让老子重见天宇的恩情。这法宝竟是一个原因。有了古神诀，身体竟可吸收了金丹的8成，只剩下2成转化为灵力，果然了不得。前辈，小女子在麒麟城有一座地级宅院，晚辈有麒麟城居住身份，有晚辈在，前辈便可放心居住。此禁制每3天发作1次，每次发作全身灵力混乱。若是1刻之内没我解除，那么立刻化为一滩血水。别想着搞小动作。带路。传闻中，在修魔海海水没有化成雾气之前，麒麟城便已存在，乃修魔海10大主城之一。带我去你的居所。于飞呢？进去了。前辈，云儿对您一见倾心，绝技不会背叛，这禁制就解了吧。不要做多余的事。小女子再也不敢了。我在修魔海不会逗留太久，待离开时，自会为你解开禁制。但你若是泄露了我从岁星乱走出一事，就休怪无情。是，前辈。
一旦那托森从孤神之地离开，定会第一个寻我复仇。这一趟法宝倒是收了不少，不管怎么说，得尽快结印。这具件法宝，尽管其主人已死，但其上却隐含另一股神识，阻止我炼化。这个或许可以一试。锁神道阵。看来我当年之所以唯独没有抓到你，是因为你毒射了这个畜生啊！你死到临头，休要故作淡然。你们10个等了这么多年，看来这一次是要灭杀我了。还有一个，你快让他也抱一下呀！哦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这托森的反应不太对劲，既不恼怒也不恐惧，似乎这一切都无法威胁到他。不过，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打败神？我是恶，大恶。我本是邪念出身，但我从不揣着邪念装作善良。今日你们得不到古神传承，并不是因为杀不死我，而是你们对意志传承一无所知，也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意志传承所在。果然没有意志传承的波动。其实你们知道又何妨？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，拿到意志传承。既然托森来到此地，说明意志传承一定在这儿，这没有别的地方了，还能在哪儿？不对，还有一处。果然，好一招灯下黑。先搞死托森，分了他身上的力之传承再说。小友，看准时机进阵，用吞魂之力给他致命一击。成败在此一举了，还不到时机。倒是有个聪明人。怎么会？小友，这是何意？王某从始至终只想从此地出去，你们的纷争与我无关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去死吧！无知法器，是。我的法宝怎么感应不到了？是古神的禁制，这小子早就有所防备。想来你们一个个自命不凡，反倒被一个结丹小儿耍得团团转。有劲！这场戏我看够了，该落幕了。古神诀起！没有人可以与神为敌。今天就都死在这儿！古神的力量，凡人根本无法对抗。
托森拿到意志传承，我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？其实，你们知道又如何？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，拿到意志传承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……还来！结丹小儿，别做无意义的挣扎了。这一直传承的通道，我有神识可入，我猜的可以不错。雕虫小技。以分身献祭，意志传承，传！古神诀，结丹小儿凭什么敢于神甲？星球做成的炼器材料。好强的威压！就这么扔了？这样一件法宝落到哪一个修士手中，定然都威力无穷。孤神的记忆中，这些炼丹炼器的步骤法诀，价值不可估量。
但这材料着实昂贵了些。在古神中，没有修真界有关修为的划分。古神炼体，修为只有神识和身体两部分。每一个古神都会把获得的大部分灵力用来坚固身体。当身体承载的灵力达到极限后，身体就会经历一次重组，将身体变大。这是一个质验的过程，重组的次数越多，修为也就越强。你所吸收的意志传承，包含了我一生的记忆。我经历了8次重组，而你以神识为引，记忆为由，也已经历了1次。墨间石的地点，我已经放到了你的记忆之中，去拿吧。剩下的路能走多远，靠你自己了。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看到自己这副手势。墨间石的地点，我已经放到了你的记忆之中，去拿吧。对我去睁开眼，谁不该开始？但只因为这个出息，无情。你生死不为分别而碎裂，从前那万劫，和天命踏碎几曲出生灵。我要你这具躯壳进我魂死！喂，这些字你怎么不知道？这马恩的身体无论仙姿和神分，都要被魏青形成不少。空气触发现实。王府之言，是。无神之地，永别。1000年，我等。
结丹小儿，在我离开此地之日，便是你身死之时。